你最害怕的天灾是什么？应该是土石流吧，海啸吧。我在地层下陷吧，地层下陷。最害怕土石流，应该是地震吧。很多东西会掉下来啊。我想我最害怕的灾害应该是核灾。现在我们大概是最主要是以天气灾害为主，比如说暴雨引起的这个像台风啊、洪水啊、土石流啊，或者崩塌这方面，所以这个是我们以天气为主的，以气候为主所造成的。因为天气都是短暂的，气候是比较长期的，所以只要说那种瞬间的变化所造成的这个损失啊，都是我们天灾中心必须要面临要做的这个工作，利用这个学校的能量去协助地方政府办理这个防灾业务。从那边开始的时候，就有我们防灾中心了。所以我们的起源呢，应该是从民国92年开始。好，那到现在大概已经快10年的光景了。从气象水文以及水文跟水理之间的一个结合。那这个是我们台大的一个优势，也是天灾中心的一个强项。那这方面其实我们可以持续的研发跟推广。天灾中心现在人才其实蛮多元啊，你用从台大的角度来看，其实是跨系的，甚至是跨院的整合。有气象的专长，大气的专长。了解大气就知道降雨，雨水降到这个地表以后，就是水利、水文这方面的专长。那还有土石流啊、土壤啊这些比较是地质类的这种专长。那当然也有工程的专长。那我自己本身是比较资讯的专长。在天灾中心承接过很多专案，有教育部的，有地方政府的，有水利署的，有农委会的等等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单位，各种不同单位他们的需求都是在灾害管理、防灾应变这一块，所以说在服务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教育部委办，所以说我们针对的对象呢是一般的学生，各阶段学生都有，高中职、国中、国小，我们去接触这些学生，让他们透过这个案子，能够帮他们对于这个灾害的认知能够有所体认。服务团，我想主要是我们就整合学校里面专业的人力以及专业的经验，那主要是帮水利署执行一些灾害的预警以及灾害的应变的一些工作。灾害的预警跟应变是跟一般平常的例行性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就是结合了学校这些专业人力呢，我们对可能来的台风、豪雨，甚至说可能长期的干旱，我们要做一些预警的准备以及应变的处置。深耕计划主要是希望能够强化我们区的层级。在过去，因为这个区他们的一个硬体跟软体的设备都不是很好，那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灾害管理的观念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借由这个计划呢，我们会做一些所谓的一个教育训练，训练他们。那另外呢，也会有产制很多的所谓的疏散避难地图。疏散避难地图就是简单，它一张图上面会绘制这个可能发生灾害的地点，例如说这个淹水的一个范围是怎么样，那你可能要去哪里做避难收容。那它的灾害类别也包括了地震，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海啸。那我们中心因为这个都有做相关的一个模拟例如说这个怎么样的情况会淹水淹到什么程度，那地震震度是怎么样，可能会产生什么灾害，那海啸如果从外海进来的话，可能会这个范围的影响会多大，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灾害的一个潜势地图。必须要非常明确的掌握气象水文的资讯，那这样的话才能够顺利的应变。变数非常的多，变化莫测，所以是需要有很多新的观测，还有新的资讯，以及涉及到资讯的整合，
才有办法掌控到全局。那在这个架构下，我们在做的事情，大概在全世界我们是走在最前面，我们大家也都在学习，因为过去也没有人做过，所以在这个架构下，就是我们的天灾中心其实也是在这里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每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呢，情况在短时间内都会变得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呢，就会找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来与会。那我们会不断的举办国内外的交流研讨会或是交流活动，那借此来互相分享我们最先进的防灾技术，还有防救灾的一些经验。在国际这一部分呢，其实我们包括在中国大陆或是在欧美或是亚洲的一些国家，一直努力在寻找跟这个国际其他大学的一个合作机会。在今年的时候呢，就顺利的跟英国的 Exeter 大学完成这个 MOU 的一个签订。天灾中心在这个灾害防救以及紧急应变这一块是累积了蛮多的一个研究能量。天灾中心在台湾大学里面是一个任务编组的单位，那我们必须要面对灾害的挑战，或者是一些技术上的挑战。这团队有共同的目标，例如说一个台风来的时候，所有人就开始动起来，那各就各位，你有大气的专长的，有水文专长的，有资讯专长，大家各就各位，那一起去面对困难。不同的领域啊，可以这个激荡出不同的想法。在中心服务之后，也可以学习到很多，这个对我们中心来讲是非常不错。那对我自己本身也是增广见闻，也学习到很多。防灾是人文的关怀，是一种态度，一种行动。防灾是你我共同的责任。